在北京連哄帶騙、明裡暗裡的給一個84歲购物狂加推荐症老媽斷捨離。今天是第5天，前4天已經扔出去了5車的東西。這個看起來像百貨商店的儲藏間就貢獻了2車，而且只收拾了一半，還有一半沒收拾呢。今天的任務就是把剩下的這一半清一清，東西也不少，看看能扔出去多少吧。先從這個貨架開始，這2個箱子感覺又是紙抽呢。這個儲藏間裡的東西看着都有用，其實都沒用上。又找到了6管牙膏，這醬油醋隨便一個角落就能翻出來，在這個儲藏間都已經翻出来好多了。這果然是2箱紙抽，還有6、7個廚房紙巾。阿姨，這哪是囤貨呀，明明就是进貨去了。在這個小盒裡面又發現了一次性內褲，牙膏已經過期2年了，这些吃的也過期了。粉絲姐说必須扔掉，一個不留，牙膏也不留。昨天扔毛巾的時候，好多人就說應該留的收拾衛生的時候用，用完以後再直接丟。我看了一下，它那個毛巾料不是很好，就是不吸水的那種，就是用它来收拾衛生都不好用。而且粉絲姐也說了不能留，留的要是被阿姨看見了，那你就別想往外扔了。家裡的廚房紙巾還有30、40卷呢。昨天的絲巾都扔出去了，這一箱讓粉絲姐一會兒再挑一下，看看有沒有要留下來的。又翻出来了一堆醬油、醋油，廚房裡這些調料阿姨是真沒少囤，但是也都過期了。這個整理箱裡面裝的全都是牙膏和牙刷，還有幾瓶這個保濕甘油，牙刷也應該是買了好多次湊的这一堆。这一堆牙膏也全都過期了，統統給他們扔出去。這個架子上面放的大部分都是整理袋，裡面裝的都是阿姨之前的衣服呀、4件套啥的，這個我挑不了，給粉絲姐姐喊過來了。她挑出來了3包留的，這一堆是不要的，都是一些以前用的被褥呀、毛毯啥的，這也得偷偷的扔，不能讓阿姨看見。在這個家裡面，除了阿姨不捨得丟東西，其他人都是哐哐的往外扔，就連叔叔也是，每次出門都得往他拖的那個小車裡面塞點東西。這2個花瓶我跟粉絲姐姐都不知道它是什麼材質的，所以就沒敢扔。這一層大部分都是一些帶字的東西，得讓叔叔自己去挑。這一箱報紙是不要的。最下面一層還是米面糧油，先給他們捧出來，我就害怕阿姨看見，瞅瞅她在那看書，趕緊往外提溜。好在是阿姨看書的時候比較投入，幾乎不往外邊瞅。阿姨這糧食是真沒少囤呀，這大枣大大小小的就有10幾袋了，面粉又找出來了這一堆，罐子裡面装的也是糧食。我敢說這些阿姨可能早就記不起來了，東西太多了，如果不看着這個東西的話，可能就壓根兒想不起来。這些大枣已經全都生蟲了，這就等於是花錢買了一堆過期的東西。我看了一下，這些面粉是2020年的，應該是口罩期間囤的。那個時候我也囤，買大米白面都是50斤的，一买2袋。阿姨这些應該是囤完忘了，又陸續的買，東西越堆越多，壓在裡邊根本就拿不出來了。瓶裡這些糧食就連瓶一起扔出去了。我說等阿姨過後不能找瓶子呀。粉絲姐姐說倉庫裡那麼多東西，她根本就記不住裡面有啥。不過阿姨也挺好玩的，我這來幹的第5天了，她很少上我跟前來看看，收拾啥扔啥。这要是換成另外一個老人的話，肯定得天天跟在屁股後邊看着。這一箱是阿姨囤的老班章，是1992年的。昨天視頻好多人提醒我那個茶葉別扔，那個沒有扔哈，可能視頻裡沒講。這是阿姨之前做衣服生的紐扣吧，這一看這扣子就知道衣服沒少做。粉絲姐讓我都給她扔了，但是這個不能讓阿姨看見，因為昨天掉到地下去一個，她都撿起來了，這要是被她看見肯定不行。在這個櫃子頂上又發現了2桶醬油，阿姨一直叮囑粉絲姐姐說醬油不過期不能給她扔，但是背後只要過期的都扔出去了。看看這是阿姨囤的啥，玉米葉，留着蒸馒頭用的。你說從這個家裡面啥找不出來？商店裡有的這個家有，商店裡沒有的這個家也有。問了一下做飯阿姨還用不用留，她說這個時間太長了就不用了，平時蒸馒頭啥的都用屉布。這是阿姨的老媽剪的紙。又找到了幾包紙抽，我感覺這紙抽比商店裡的都多了。這一包也是姥姥剪的紙，給你們看一下，太厲害了，姥姥也算是一個老手藝人了。這一層放的幾乎都是跟姥姥剪紙相關的東西，阿姨一直保存着呢。本來以為這是一本書，
結果裡邊夾的全是剪紙的模板吧，真的是栩栩如生。我最近搜了一下才知道，剪纸之前都是要先畫下来的。只要是能剪纸，这个美術的功底也不能太差。带你们饱眼福吧，看看姥姥的部分作品。把姥姥这些东西都放边上，收拾完了以後再給它放回去。只有一箱蟲草，也沒看它過期不過期，就直接給它留下來了。這犄角旮旯都是滿的。發現那幾個碗，我還以為是古董呢。粉絲姐說啥也不是，這個倉庫還是有點潮，放在角落這些東西有點發霉了。這些全都是拍的片子捆在一起，你就說阿姨是不是一個仔細人吧？雖然是東西多點，但是幾乎都是分類放的。這些包粽子用的馬蓮和粽葉也不要了，時間太長了，而且阿姨以後她也不包了。還有一袋是馬椒，這真是一個倉庫呀，啥都有。大叔看了一下這些報紙沒用了，又找到了一箱玉米葉。阿姨這是囤了多少呀？囤了得有7、8年的時間了，時間太長了。這個玉米葉一倒完以後，箱子底下都是發霉的了。在這又發現了2箱紙抽，這是紙抽開會呀，各種顏色、各種牌子的差不多都全了。這些碗就不要了，都是阿姨他們以前用的，沒捨得丟。還有一箱玉米葉，阿姨這是撣了多少？阿姨是山東人，愛吃麵食，沒有做飯，阿姨之前都是自己做飯，撣了這麼多也沒用上呀，白白在那占了個地方。這是一箱做火燒的模子，在我們老家那邊結婚的時候就用它做火燒，然後再蓋上一個紅印兒。在這個家裡面衣服鞋也不少，不光這個屋裡有，另外一個房間裡面還有老多鞋了，都是阿姨買回來的，大部分都是新的。粉絲姐姐從這個鞋櫃裡面挑出來了12雙，就是1人6雙，她說其他的就全都扔了。你看這鞋都嘎嘎新啊，好多都是一次都沒穿過的。阿姨也挺時尚的，你看她買的鞋都挺年輕化的，根本就不像80多歲老人穿的鞋，花花綠綠的，啥顏色都有。一個鞋櫃的鞋子裝了一袋子都沒裝完，還剩了幾雙。這些都是大叔的了，也是阿姨買回來的。你看阿姨就是一個顧家型的，就是買這些東西真的是全家每個人都顧及到了。肯定還會有人說這些東西扔了太浪費了，但是留在家裡叔叔阿姨他們也穿不過來呀。現在幾乎也不怎麼出門，扔出去以後誰穿誰撿，也算是2次利用了，沒浪費。粉絲姐姐說阿姨買這些鞋都不怎麼值錢，差不多都是幾十塊錢，最貴的100、200塊錢，但是應該也沒少花，這架不住多呀，這一袋子得多少雙？我看有幾雙拖鞋是新的，給它挑出來了，別的就都不要了。這個鞋是偷偷的拿出來了，不能讓阿姨看見，我還沒敢往門口放，直接拿到樓棟門口了。聽到這就已經是中午了，下午1點我約的一個疫苗，吃完飯以後我就去打了，差不多用了2個小時時間吧。回來以後一看，阿姨把她的玉米葉還有麵啥的都拎到屋裡來了。粉絲姐姐睡覺了也沒看着，然後又跟阿姨一頓爭論呢，最後還是把這些東西給拿出去了。這我聽他倆聊天都可有意思了。阿姨說那些玉米葉不能給我扔，我要留着蒸饅頭。最後告訴他那玉米葉都發霉了，不能蒸饅頭了。然後他也說那我就留着生爐子。粉絲姐就告訴阿姨那個爐子太危險了，容易一氧化碳中毒。然後阿姨就說你知道一氧化碳怎麼拼嗎？你知道一氧化碳怎麼拼嗎？你就中毒的。說的也可溫柔了，輕聲細語的。就溫柔的人吵架跟我們都不一樣，要是我跟我媽吵架的話，我倆早就一嗓門到房頂了，嗷嗷的。下午打疫苗耽誤了2個多小時，回來的時候就快4點了，剩了一個貨架我也沒往下拿。先把這個櫃子擦出來吧，要不然等明天一下擦那麼多我也累，你們看的也無聊。這個倉庫準備用3天的時間把東西清完，收拾衛生，再把剩的東西給它整理進來。那個環衛大姐不是要米和麵嗎？今天給她留了，打電話讓她來給拿走了。她不要多，就要1袋就行。粉絲姐說明天把這個裝鞋的櫃也一起扔出去，還有這個架子也不要了，到時候這個倉庫就寬敞了。現在和之前比已經寬敞多了，原來的門都打不開，人只能側着身進來，哪哪都是東西。
明天清理这個貨架，收拾衛生，再歸纳東西。说給你們看看阿姨到底囤了多少紙和香皂。